它不是一艘普通的航母，而是10万吨钢铁、核能、电磁武器与高空打击能力的集合体。它就是福特号航母，全球最先进航母舰级的开路先锋。作为福特级航母的首舰 CVN-78，不仅拥有超出想象的体量和火力平台，更在作战逻辑、动力系统、自动化程度上拉开了与传统航母之间的一个完整时代。但我们要讲的不只是这艘船有多大多贵，而是它背后那个更庞大的舰级系列——福特级航空母舰。这是一种为未来战场量身打造的多用途打击中枢，从电磁弹射、无人机适配、自动弹药搬运到为激光武器和轨道炮预留电力空间，这套系统的野心不只是起降战斗机这么简单。它不仅代表了新一代航母的作战形态，更试图在全球海上力量格局中重新定义什么叫制海权。那这艘海上怪物到底有什么过人之处？它解决了什么问题？又留下了哪些隐忧？今天我们就来拆解它的钢铁逻辑。你听过电磁轨道炮，但你可能没想过电磁系统也能弹飞机。福特级航母最被反复提起的一项革新，不是它的舰体有多大，而是它一改几十年来航母的老传统，把那台滋滋作响、喷着蒸汽的弹射器换成了一套几乎看不见的黑科技电磁弹射系统，简称 EMALS。以前航母弹射战机靠的是蒸汽，原理不复杂，高压蒸汽推动活塞，把战机从零加速到起飞速度。但这套系统的问题也不小，体积大，机械磨损重，效率低，间隔长，而且对战机机体冲击大，轻一点的无人机甚至无法承受这种弹射方式。而电磁弹射核心原理类似高铁加速或电磁炮，它通过线性感应加速器，使用高能电流驱动一块滑轨模块，将战机轻柔又迅猛地推出舰首。听起来很科技，但这不是实验室里玩具版的展示，而是真正装上了航母，开始试飞、投入使用的实战技术。数据是最直接的证据。传统航母在正常情况下，每天出动的舰载机在120架次左右，已经接近上限。而福特级航母的设计目标是每天160架次，战时突发高压条件下，甚至能拉到每天270架次。什么概念？一天起飞200多架挂满精确制导炸弹的战斗机，意味着敌方的前线阵地、后方通信、补给车队、空防节点全部会被打成筛子，而且打得快，打得狠，打得没得还手。更重要的是，电磁弹射系统大幅提升了轻型飞行器的起飞能力，也就是说，它不仅支持传统的重型舰载机，还能大规模投放小型无人侦察机、电子干扰平台，甚至未来的垂直起降无人攻击机。这直接改变了航母编队的作战模式。它不再是一台单一的喷火平台，而是一个能实时集成信息、压制雷达、远程攻击、补给协同的空战系统中心。当然，我们不能只讲优点。电磁弹射的最大问题就是新。这套系统和整艘航母是一起开发的，尚未经过足够多的实战高压验证。按照公开测试数据，目前 EMALS 系统平均每400次弹射就可能出现一次故障，距离设计要求的每4166次才允许故障一次还有明显差距。而更严重的是，4部弹射器是连锁结构，如果一部出了问题，其他3部也必须等待全部出动完成后才能暂停检修，严重时甚至需要全舰暂停飞行作业。技术领先，但稳定性还在路上。这也是为什么虽然福特号已经服役，但它的核心系统还在持续测试和升级之中。不过有一点是明确的，这套系统一旦成熟，将不只是更快弹飞机这么简单，而是彻底改变航母未来几十年的空战思维。一艘航母能弹飞机只是第一步，能维持高强度作战才是真正的硬实力，而支撑这一切的核心是它的心脏和反应堆。福特级航母搭载的是新一代双反应堆系统，
AEB 型舰用核动力装置。和上一代尼米兹级所使用的 A4W 型反应堆相比， AEB 不仅体积更小，结构更紧凑，最关键的是功率提升了近3倍。这种功率上的跃迁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舰上的雷达、弹射、拦阻、弹药升降、电磁防护系统全都能在高负荷状态下稳定运行，不会因为能源紧张而彼此抢电用。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上一代是一座小型城市的供电站，而福特级是为一个中等国家准备的能源枢纽。公开数据显示，它所提供的电力足够同时点亮摩洛哥、列支敦士敦、安道尔和圣马力诺4个国家。但这还不是全部，更令人关注的是冗余电力储备。福特级在设计时预留了大量富余电力，目的很明确，为未来战场上的高能武器系统留出充足空间。高能激光武器、舰载电磁轨道炮、微波反导系统，这些听起来还像科幻小说的装备，其实早已进入原型测试阶段。区别只是别的国家还在测试平台阶段，福特级航母已经在船体内部腾好了位置，配好了电缆，接好了主供电节点。等这些武器准备就绪，它无需返厂重构舰体，而是可以直接安装、直接使用。这就是设计上的前瞻性，不仅满足现在，还能适应未来。而在能源系统的带动下，航母的续航能力和任务持续时间也被进一步拉长。相比传统航母可能每隔几年就需要进港更换燃料棒，福特级的核反应堆能连续运行超过20年，中途无需更换燃料。这在远洋部署和高烈度冲突中，意味着它几乎可以脱离所有后勤依赖，独立维持一个完整战斗航程周期。在能源领域，福特级不是多一点，而是翻倍的概念。动力充足，电力过剩，未来兼容。这艘航母的能源系统不是被动支持武器系统，而是主动为它们开路。如果说核动力给航母源源不断的能量，那自动化系统才是真正让这艘钢铁怪兽动起来的神经网络。弹药装填、飞机调度、战斗物资搬运等环节大量依赖人力配合。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一旦作战强度上来，人的极限就是航母的极限。而福特级航母干脆用技术解决这个问题，全面自动化。首先，最具代表性的先进弹药搬运系统 AWE， 这是一整套内嵌于舰体的隐形轨道系统，类似高速物流传送带，用来把舰载武器从舰内弹药舱快速、安全地运送到飞行甲板，供战机挂弹。以往这个过程至少需要10几名舰员，几十分钟，伴随重体力操作、交接确认和安全检查。现在呢，1人监控操作台，机械臂自动搬运，磁轨系统精准投送，全流程无缝协作，效率直接提升几倍。而这还只是开始。福特级整合了3部电磁升降机，可将战机从机库升至飞行甲板，并配有自动定位系统与智能路径调动。简而言之，飞机怎么动、往哪儿滑、什么时候出、谁先谁后，不是靠指挥官一边喊一边挥手，而是系统自动调度、预判路径、提前准备。这么做的意义只有一个：缩短作战周期。当空中作战节奏进入分钟级，谁能更快完成一轮出动、挂载、起飞、返航、复装，谁就能占据主动。而福特级就是为了这种高强度节奏生的。再看人员配备，尼米兹级平均每艘需要5000余人才能维持运转，而福特级航母依靠自动化系统，大幅精简了舰员人数，人员编制减少约20%，但执行效率反而更高。这不仅意味着人力成本下降，更关键的是减少了人为误操作的风险。在高压战时环境下，自动系统的机械稳定远比人类的临场判断更可靠。最后，不得不提一个常被忽略却极为重要的变化：数据系统整合。福特级的战斗信息中心、雷达输入、飞行调度和后勤管理全部实现了数据联通。过去4个系统4张图，现在1个操作平台全部呈现。这意味着
反应更快，决策更准，行动更协调。人少了，但战力反而提升了。这艘航母不是让人来适应机器，而是让机器替人承担高负荷运转。火力的核心不再是有多少人操作，而是你有没有更聪明的系统来协同它们。没有哪艘舰船是完美的，哪怕它再昂贵、再先进，也一样会面临现实问题。福特级航母的短板不在火力，不在吨位，而在它本身最引以为傲的那一部分——技术复杂度。首先，我们回到电磁弹射系统 EMALS。虽然这项技术从概念上看无可挑剔，但在实践中稳定性一直是一个绕不开的问题。数据显示，这套系统目前平均每400次弹射出现一次故障，而官方设定的目标是每4166次才允许出现一次失误。这个差距不是小误差，而是数量级的问题。更棘手的是 EMALS 采用的是连锁弹射结构，4台弹射器互相联动，某一台出现异常，其余3台并不能立刻独立运作。也就是说，哪怕只坏了一台，整个甲板的飞行作业都可能被迫暂停。这就像是你家有4个电梯，其中1个出问题了，另外3个也得排队等修。这可不是住宅楼，这是作战平台，几分钟的停摆都可能是前线空中支援的真空期。再来看一项核心系统——先进拦阻装置 AAG。这是用来回收降落战机的刹车系统。相比旧式液压装置 ，AAG 采用的是电动系统，理论上更精准、更可控，也能更好地适配轻型飞机与无人机。但理论归理论，这套系统的开发一度比弹射器还难产。在早期测试阶段 ，AAG 的电机电缆和控制单元频繁出问题，维护复杂。可靠性一度被严重质疑，虽然目前版本已经过多轮优化，但它依旧是整艘航母上最脆弱的系统之一。技术越先进，系统越集中，越容易出现单点故障，引发连锁反应。这就是福特级航母面临的新挑战。以前是靠大量人力分布风险，现在是一套系统牵一发而动全身，更别提这些高精系统的维护难度与维修成本。比如电磁弹射和电动阻拦系统，光备件就种类繁多，很多组件只能由特定工厂定制，再加上舰体内部布线高度集成，一旦故障，往往不是拧个螺丝能解决，而是得拆舱盖、换总成、重接线。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维护周期长，技术门槛高，舰队可用率短期内很难达到理想值。最后是一个看不见却必须重视的隐患：技术人员储备不足。过去几十年，全球航母操作系统都围绕蒸汽弹射和传统阻拦展开，训练体系成熟，经验丰富。而福特级的系统是全新的逻辑链条、全新的技能要求、全新的作战流程。也就是说，舰员不光要新上岗，还要新学起。训练成本、上手曲线、人机磨合期，这都是实际部署中必须面对的阵痛。技术的跃迁总伴随着阵痛期。福特级不是没有战斗力，而是在它成为最强航母之前，还需要时间、金钱和实战经验去把这些复杂系统磨砺。但问题也不是全然负面，正是因为现在发现这些问题，才有机会在它真正进入高烈度冲突环境前，将隐患控制在图纸和码头上，而不是战场上。建一艘航母要多少钱？有人会说，福特号航母的单艘造价超过130亿美元，是一艘用钞票造出来的巨舰。这句话没错，但也不完整。福特级航母贵不贵？关键看你怎么算这笔账。不能只看建造时花了多少，更要看它在50年寿命周期里能带来什么样的战斗性价比。我们先看直接成本。福特级首舰 CVN-78 福特号的总建造成本约为135亿美元，这个数字确实比尼米兹级贵得多。后者平均单舰建造成本约在40到60亿美元之间，但这只是开局。福特级航母从第2艘 CVN-79 甘乃迪号开始，随着研发分摊、设备成熟、供应链稳定，建造成本逐步下降，预计未来单舰控制在110亿以内。再看运营成本，
航母真正烧钱的地方不在建，而在养。传统航母每年运营费用巨大，最大开销不是武器，不是燃料，而是人。尼米兹级平均每艘航母需要5000加名舰员，涉及吃穿住行、训练维护、医疗补给等全系统保障。50年运营期下来，成本高达数百亿美元。而福特级航母的一个重要革新目标，就是用自动化降低长期开销。它将舰员编制减少了约600到900人，并通过系统集成、后勤智能管理等手段，把每年的维护人力需求大幅下降。美国国防部公开估算，单舰福特级航母在整个服役周期内将节省约40亿美元的人力与维修成本。还没完，福特级的核反应堆可连续运行20年以上，无需更换燃料棒。这意味着舰船能更长时间部署在远洋，减少进港周期，提升备战率。长期看是另一种隐性节约。最后再看战略效益，一个航母战斗群就是一个海上空军基地，能够在没有任何海外军事基地支援的情况下，快速投送空中力量，支援远程作战，实施海上封锁或精确打击。你可以说它贵，但不能忽略一点，它所替代的不是几艘舰船，而是一个海外军事基地网络。如果没有航母编队，想要实现同等级别的打击范围和战区覆盖，就需要几十座海外基地、数百架运输机、成千上万的地勤人员。这样的支出远比一艘航母高得多。而从大国战略角度看，航母的意义也不只是打仗，它是震慑，是姿态，是一种高烈度冲突之外的存在性部署。在可预见的未来，只要还存在全球热点、跨海投送需求和制海权博弈，航母就无法被替代。所以福特级航母并不是烧钱玩具，而是一个成本高但回报周期更长、战略价值更大的平台。一艘航母的建造不只是造一艘船，更是在构建未来几十年的海上投送骨架。福特号 CVN-78 只是起点，整个福特级航母系列计划将建造10艘，逐步取代现役的10艘尼米兹级，成为未来主力航空母舰群。目前的进度如下：福特号 CVN-78 首舰2017年正式交付，2022年首次部署，2023年完成初次海外任务。虽然早期面临不少技术挑战，但它已经完成了从测试平台向作战平台的初步转型。甘乃迪号 CVN-79 第2艘目前正处于西装与系统整合阶段，预计将在2026年前后正式交付。相较首舰，甘乃迪号将拥有更多成熟系统，建造成本和周期明显优化。CVN-80 第3艘已进入模块化建造阶段，预计2030年交付。这是继早年退役的核航母企业号之后，再度启用这一充满历史意义的舰名。多里斯米勒号 CVN-81 第4艘计划2027年开工，2032年前后交付。该舰名纪念珍珠港事件中的非裔舰员，象征新舰级的多元化命名趋势。除已建和在建的4艘，后续还有 CVN-82 到 CVN-87，将在2030年代至2060年代间陆续建造，确保整个福特级舰队在21世纪中后期完成全面接班。每一艘福特级航母交付后，都会接替一艘即将退役的尼米兹级，确保航母战斗群数量长期稳定在10艘左右。而这背后是一种非常明确的战略逻辑，在海上力量投送体系中，航母是不可替代的节点中心。它不仅自身具备强打击能力，更是带动驱逐舰、护卫舰、补给舰和潜艇形成完整打击群的轴心。每一艘福特级的服役，不只是舰体的更新换代，而是整个航母战斗群的系统跃升。更重要的是，随着每一艘后续舰的建造推进，新技术的集成速度也越来越快。未来的福特级将拥有更稳定的 EMALS、更强大的信息处理系统、更成熟的无人机管理逻辑，甚至可能直接搭载高能激光、微波拦截器等新型防御武器。在舰队布局上，这一系列航母将分别部署于大西洋舰队与太平洋舰队，
分别对接北美东岸与印太方向的战略需求。无论哪条海域出现危机，只需一声令下，福特级就能成为海上第一块移动战场。如果说福特级航母有什么与众不同，那就是它不是为了现在打造的，而是为未来战争准备的。从舰体结构到动力系统，从电磁弹射到信息整合，福特级航母的一切设计几乎都围绕一个核心逻辑展开：留冗余，保扩展为变化流接口。我们已经提到，它的核反应堆能提供几倍于上一代航母的电力，而这些电力并不是全部被现在的系统所消耗，反而有很大一部分是留给尚未问世的装备，比如高能激光。现阶段，舰载激光武器多还停留在反无人机、反快艇层面，但随着技术突破，其未来将具备反导拦截、定向毁伤，甚至反卫星能力。这些系统对电力的要求极高，而福特级的能源系统早已预留出电压接口、冷却循环和空间节点，未来直接插上就能用。再比如电磁轨道炮，虽然目前仍处于测试停滞阶段，但航母是为50年周期设计的，谁知道20年后这种超远程动能武器是否已实战化？福特级早已为它准备好了空间与电力骨架。无人机早就有安排，从自主系统回收装置到飞行甲板结构，福特级就明确提出适配舰载无人机与半自主飞行器。未来舰载机编队中 F-35与中程僚机并肩出动，或者中型隐身无人轰炸机携带蜂群式战术无人机突入目标区将成为常态。再看数据系统，福特级全舰配备的集中作战控制平台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战情室，而是一套可实时更新、动态适配的新一代战斗操作系统。它可接入卫星链路、无人机中继、前线地面站，形成一个巨型海空协同作战网络节点。这不只是装备的集成，而是战争信息逻辑的融合。更重要的是，这种平台化思维使得福特级具备极强的技术吸收力，不管未来出现何种作战模式、武器类型、指挥系统，它都能像一块技术模板一样持续进化，而无需大修重造。这才是它真正的优势所在。它不是一件静态的武器，而是一艘会成长的作战平台。有人说，福特级最惊艳的不是现在的样子，而是它30年后的模样会是什么。也许届时它将成为空天一体化打击节点，控制高超音速导弹、无人战斗群，实时协调卫星与前线装甲机群。也许它本身已无需战机起飞，而是依靠舰载能源，用激光与电子战系统在100公里之外隔空点杀敌方平台。现在的一切都是铺路，未来真正登场的也许不是现在的福特级，而是一个以它为核心，在海面上持续升级、不断自我演化的战争生态系统。至此，我们已经完整拆解了福特级航母这座新时代的钢铁平台。它贵，它复杂，它一开始的问题不少，但正是这些代价换来了一个关键能力，成为未来战争的接口中心。如果说过去的航母只是一艘起降战斗机的大船，那么福特级航母就是一个正在觉醒的海上战争系统母体，它开启了未来海战的全新篇章，而真正的较量才刚刚开始。